最近网上有个事儿挺热闹的，有个去日本旅游的香港人在网上大吐苦水啊，说去日本吃个饭跟受刑一样，服务变味儿，表面客气都懒得维持了。这篇帖子一发出来啊，瞬间就在香港本地的网络上炸开了锅，无数香港网友在底下疯狂的留言共鸣，直呼长久以来对日本服务行业的美好滤镜，这次算是彻彻底底的碎成渣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来还原一下现场，看看这帮商户到底有多过分。影片开始之前，想给打算出行的朋友安利一个神器。那以前出国最烦的就是换实体的 SIM 卡，卡片又小又容易丢。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省心的 app， 叫 Sally， 它是个全球通用的 eSIM 服务，你根本就不用拔卡，直接在 app 里选好目的地，点几下流量就有了。而且它提供的网络非常安全，即便在机场连公用 WiFi 也不用担心信息泄露风险。它最牛的是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地区。那像我之前出去玩，下飞机不用到处找 WiFi， 直接就能打车看地图，完全没有断网的尴尬。对于怕麻烦人来说，Sally简直就是出游标配啊！省下的时间多去吃顿好吃的更香。现在大家可以领取 Sally 上网方案的独家85折优惠。大家可以直接下载 Sally 应用程序，或者前往 sally.com/XLAN， 并在结账时使用优惠码 XLAN。 我也把专属链接和优惠码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第一行和置顶评论区了，大家可以先存一下，下次出差旅游肯定能救急。好了，咱们继续说正题。大阪新斋桥那可是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必打卡的最火爆商圈，一家在日本拥有320多家分店的知名连锁火锅店。这家店平时在网上被吹的是神乎其神啊，什么平价和牛放题，蔬菜酱料随便拿，甜品咖喱吃到撑，主打一个性价比之王。事发当天晚上的8点，这位香港事主和朋友们兴冲冲的走进这家店，买的是他们家招牌的120分钟的火锅自助餐，而且门店外面明明挂着大牌子，营业时间呢是写的清清楚楚，晚上10点关门。结果呢，刚吃到晚上的9点半突然感觉背后有一股阴风阵阵，回头一看，好家伙一个日本店员拉着个苦瓜脸，像一尊门神一样死死的站他们桌边。这店员一句话不说，就是用一种极其嫌弃、极度不耐烦的眼神死死盯着他们。那个肢体语言仿佛在咆哮：吃，就知道吃，赶紧给我滚！这种压迫感，你受得了吗？你们开门做生意，我真金白银买了120分钟的时长，我一没超时，二没有大声喧哗，你凭什么提前半个小时赶人啊？更让人气血上涌的还在后面这个店员以为他们听不懂日语直接胆大包天拉着旁边几个同事围在一起对着这几个香港客人指指点点，叽叽咕咕的。那虽然听不清楚具体说了啥但只要你不是瞎子，你光看他们那种充满嘲讽、鄙夷的嘴脸和窃笑的表情，傻子都知道他们在骂你。当面讲顾客的坏话，这就是你们吹上天的匠人精神，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宾至如归。等到了结账的时候，这出闹剧直接达到了高潮。事主掏出现金准备付款，那个店员居然连一句最基本的谢谢都没有，直接伸出手，一把从顾客手里把这个现金给抢了过去。动作是极其粗鲁毫无素质可言。事主从火锅店里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呀。他在这个帖子里写道我以前是那么的喜欢日本，把这里当成放松心灵的圣地，但经历了今晚这一出我的心真是碎成了千万片。难道我们花钱大老远的飞过来，就是为了看你们的臭脸，听你们的嘲讽，忍受你们的抢钱动作吗？各位听听这血泪控诉咱们中国人讲究和气生财，你开门做生意不说把你当成上帝供着，那最起码的尊重得有吧。咱们都知道有些港人对日本那可是有了一种近乎狂热的执念。在很多这个港人心里，日本那都不是出国旅游那叫回快了老家，也就是俗话说的返乡下。一年不去个2-3次就浑身难受。但是大伙儿看看现在的国际大环境，看看现在日本人对咱们到底是个什么嘴脸。这几年日本政坛那帮政客是不是就跟吃了枪药一样，天天是在那儿大放厥词，对着咱们的台湾省的问题指手画脚，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疯狂试探咱们的底线。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现在也是气焰嚣张大街上甚至出现了针对咱们中国人的恶意滋扰。更夸张的是啥？
前阵子居然还发生了一件比电影还离谱的极端事件，一个现役的日本自卫队官员居然带着家伙事，直接翻墙闯进咱们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馆。面对这种剑拔弩张、险象环生的局面，咱们国家那是操碎了心啊，接二连三的发布旅日安全风险预警。那个预警通知就差拿着大喇叭在街上喊了：各位同胞啊，近期别去日本了，那边现在不安全，大伙躲着一点。香港特区政府这一次也是极其给力，紧跟国家的整体步伐，绝不含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直接在公开场合拍桌子定调，所有对外出行的安排都必须死死守住国家尊严的底线。紧接着香港教育局也是雷厉风行，第一时间大笔一挥，立刻叫停所有中学生赴日交流项目。那香港本地的那些中小学游学机构呢，也是极其的配合，连夜加班的修改行程，把原本要去日本游学的航班全部改签到了韩国，或者是咱们内地的各大城市。这一套连招打下来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人家都不待见咱们凭什么还要送自家的孩子去那种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受气？这按理说官方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老百姓心里面也该有个谱了，对吧？结果呢，咱们看看最新出炉的统计数据那真是能把人看出一口老血来呀！哪怕是在安全预警贴满墙的2025年香港赴日游客的总量居然达到了惊人的252万人次大伙儿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香港总共才多少人口？换算下来平均每3个香港人里面就有1个人在当年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逢年过节，朋友圈不是在清水寺里求签就是在北海道里滑雪。你以为到了2026年这股热度会降一降？太天真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光是2026年的1月到2月这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有43.4万香港人飞往日本。单看2月份这1个月的出行人数，同比甚至还逆势上涨了将近2成合着官方在那儿苦口婆心的劝别去了，危险大批香港游客在这边欢天喜地的打包行李，冲去吃和牛去买药妆你这不是找虐吗？那既然你们这么满怀期待的捧着一颗真心去了，那日本是怎么回报你们的？用4个字形容就是花钱买气。那如果说上面那个火锅店只是个别店员素质低下，那你可就太低估这帮商家的套路了。在这篇火锅店吐槽帖的评论区里大批香港网友开始疯狂的盖楼，晒出自己踩过的雷。其中最让人不寒而栗也最让人觉得恶心的就是日本热门商圈现在普遍存在的阴阳菜单现象。啥叫阴阳菜单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家店家准备了2套完全不同的菜单，一套呢是给日本本地人看的，另外一套专门用来宰外国游客的。日本的阴阳菜单可太多了，从拉面店300克的分量对应的日元是1190日元，而我刚刚通过中文菜单点的同样的是300克的是1290日元。到网红店，同样的寿司，日语的1350，中文的1900，贵了40%。再到米其林，官方预定中文页面最低消费的是33000日元套餐，约合1414人民币；日语页面是16500日元套餐，约合707元，贵1倍。有一位香港网友就暴露了自己极其离谱的遭遇。这位网友走进一家餐厅，刚一落座，极其自然的用广东话跟同伴说了一句：“今晚吃什么？”好家伙，就是这一句广东话，直接触发了日本店员的雷达。店员的耳朵那叫一个尖，一听是说中文的游客转过身来递上了一份全英文菜单。这个时候网友多留了个心眼因为他以前呢经常来日本，知道这家店是有便宜套餐的，于是他就强硬的要求店员给我换一份日文的菜单过来，2份菜单我这装上100，真相大白。更扎心的是这位网友还亲眼看到排在他们前面的一桌内地游客，因为完全不懂其中的猫腻被这个店员一顿忽悠直接指着英文菜单点了最贵的高价放题，白白多花了好几千日元评论区里无数人站出来作证，在新斋桥、新宿、秋叶原这些游客扎堆的商圈，这种阴阳菜单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它已经成了日本餐饮界一种心照不宣的行业潜规则。大伙想想看这有多恶劣你以为你大老远的跑去日本拉动他们的旅游经济，他们会把你当成尊贵的客人？错，在这些日本商家眼里你就是一个长着腿的只会说中文的人形 ATM 机。
只要你一张口暴露了外国人的身份，他们的大脑里就会自动弹出几个大字儿：肥羊来了，准备下刀。你以为躲过了阴阳菜单，这趟旅程就太平了？太天真了！各地港客在网上的爆料简直是一出日本收器大赏，花样百出，让人是叹为观止。有位香港游客去吃螃蟹，因为不想喝冰水，就摆摆手告诉侍应生，不需要桌上那个大饮水桶。就这么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小要求直接惹毛了那个年轻店员。那个店员转过身去就开始跟别的同事在背后疯狂议论这位顾客。巧的是啥呢？这位香港顾客会日语，人家听得懂那当时这个游客就怒了，但还是压着火吃完了饭。结果走到门口穿鞋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店员居然还在那对他指指点点翻白眼我就纳了闷合着在日本吃个饭，我不喝你的水我就犯了天条了，还得受你们的指指点点还有这个网友吐槽，在这个居酒屋里喝酒撸串，正吃着呢，服务员端着几盘免费的下酒小菜送了过来，但是这个服务员极其精准的绕过了香港游客这一桌，全部送给了邻桌的日本本地客人。同一家店同一个时间，本地人就有免费赠送，香港人哪怕点了再多酒水，连根毛都没有。这种赤裸裸的明目张胆的差别待遇，简直就像一个响亮的大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香港游客的脸上。你连装一下都不愿意装了吗？那不少网友在网上绝望的感叹，现在去日本你连呼吸他们的空气可能都是错的。只要你说中文，走在大街上，随时都会有不明方向的白眼朝你飞过来。说完这些真实遭遇大伙儿心里到底是个啥滋味呢？那些天天把日本当成快乐老家的香港同胞们，那些大呼小叫着日本服务世界第一的精神小伙们，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真相到底是什么呀？由于这几年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日元是疯狂贬值，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巨大，大批外国游客涌入，虽然给这个日本带来了外汇，但是也抬高了当地的物价，导致公共交通拥挤。那很多日本底层老百姓和餐饮服务人员心里面对外国游客，尤其是购买力强悍的中国游客充满了极度的嫉妒和病态的厌恶。以前他们经济好的时候还能装出一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虚伪笑脸，现在日子不好过了，加上他们国内政客天天在媒体上煽动仇外情绪，这帮基层店员连装都懒得装了。那个所谓的90度鞠躬，那不过是肌肉记忆的条件反射罢了。他弯腰的时候心里面可能正在用最脏的话问候你呢。那现在再去日本的热门商圈，哪里还有什么待客礼仪，哪里还有什么匠人精神？很多网友最后总结的无比精辟，现在的日本除了一点死气沉沉的风景还能勉强看之外，人文关怀和服务体验早就烂到下水道里去了。